代称。我们搜索耽美小说，也会自动链接到 BL 小说的词条，具体我就不念了啊。图片放在这儿，大家自行阅读。这里要画一个重点，一定要有恋情才算数。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此之前，我这个直男甚至以为，只要是有双男主的小说和剧，就算耽美小说、耽改剧，比如《琅琊榜》《神探夏洛克》《风云志》《雄华天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聊的耽改剧完全不同于《春光乍泄》《蓝雨》之类实打实讲述同性爱情故事的作品。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耽改剧里的哥俩和小说不一样，其实真的是哥俩，也只能是哥俩。当然，上瘾是个例外。这部剧因为尺度问题遭遇了剧集下架、主演被封杀的风波，后来就再也没有耽改剧有这么大的尺度。大多数耽改剧呈现出的顶多只是一种暧昧的感觉，而没有实锤，全靠腐女们脑补。因此，不同人眼里同一部剧是截然不同的。而耽改剧成为一门好生意，其过程是迅速，可以说是只通过3部剧就完成了产业模式的构建和迭代。一代目就是2016年的《上瘾》，二代目是2018年的《镇魂》，三代目则是2019年的《陈情令》。而总结这几部剧的共同之处，首先肯定是离不开原作。几部剧的原作和原作者都有非常强大的粉丝基础，强到什么程度呢？《镇魂》原著作者不会念啊，听说有个简称叫皮大，他稳居晋江作者积分榜第1名。而《陈情令》的原著作者，他的另一部作品是被开头已经提到过的《天官赐福》，位列晋江作品总分榜第1名。因此，这些作品的 IP 影视化，在耽美小说圈和影视圈都算得上是大事一件。据女同事们传授，他们在看耽改剧时，主要看的就是剧情还原度、主演颜值和 CP 感这几点。先抛开还原度不说，毕竟电视剧受众当中也不是每一个都看过原著。但不管是上瘾还是镇魂，亦或是陈情令，在颜值和 CP 感这2方面都算得上不错，这才有了2018年夏天万千镇魂女孩。而陈情令研出的 CP 博君一笑，现在还是微博 CP 榜第1名。至于还原度，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大火的《陈情令》到底改得好不好，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而且耽美小说的改编非常需要智慧，名场面怎么还原，无法在电视剧中呈现的设定怎么改编，以及哥俩的兄弟情怎么呈现，都需要主创认真思考。有时候哪怕改编拉胯，只要剧的长板足够长，也同样可以逆风翻盘。以《镇魂》为例，剧的评分只有6点几，原著是奇幻题材，各种怪力乱神不一而足。剧版为了合乎播出标准，几乎把原著设定改得面目全非。但2位男演员很好的把握了原著人物的气质，就像是从书里抠出来的。其实哪怕不看原著，也能通过2位的颜值和表演 get 到这2个角色的精彩之处。因此，《镇魂》播出后迅速出圈，吸引了许多非原著党。如果说上瘾和镇魂的爆红还是耽改剧好创期的偶然事件，陈情令则更像是一场有计划的行动。在剧版之前，原著魔道祖师就已经推出了广播剧、漫画、动画等版本。剧版播出至今，陈情令国风音乐专辑在 QQ 音乐上卖出了160多万张，销售额3200万。还有线下演唱会最高1980元的门票5秒售罄，坊间传闻黄牛票一度高达15万一张，有300多万网友观看了线上直播，演唱会直播收益接近1个亿。真的，查资料的时候我都惊了，原来这玩意儿这么赚钱。陈情令不仅在国内爆火，还出海日本、韩国、泰国，都掀起了收视热潮。剧方甚至在泰国办了粉丝见面会。但当剧播完，最开始的热度过去之后，当初摩擦出各种粉丝泡泡的哥俩也开始解绑，对粉丝进行提纯。这时候就会有好学的男生在弹幕里发问了：啥叫提纯呢？所谓提纯，就是把粉丝从 CP 粉转化成其中一方的粉丝，也就是伪粉。一般表现为双方划清界限，不再以 CP 的形式进行营业。比较凶的甚至还有双方互爆黑料、互相拉踩这种骚操作。反正我之前是没想到，看来还是太单纯。这时候又会有好学的男生在弹幕里发问了：为什么要提纯呢？一方面，耽美在我国仍然属于亚文化，而耽改剧捧起来的演员们需要得到主流的认可，从而获得更多影视综和商务资源。另一方面，剧一播完，来自不同经纪公司的哥俩肯定是各走各的路，未来大概率还会有新人跟他们组 CP， 总不能一直迁就老 CP 粉，永远为这些人服务。因此要将某剧的限定 CP 粉转化成自己长期的粉丝。说白了，这就像2个人合伙做买卖，盈利之后要分钱。但 CP 粉的数量是有限的，哥俩双方的团队都想抢先圈到更多的伪粉，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营业期结束之后会出现各种腥风血雨的场面。需要注意的是，提纯不仅存在于耽改剧 CP 中，一般电视剧的男女 CP 以及任何靠炒 CP 获利的艺人都需要提纯。毕竟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是不同公司的，大家日后还是要结绑，各赚各的钱。像去年程毅、袁冰妍主演的《琉璃》，剧前脚一播完，男女主演就光速结绑，收官歌会上零交流，粉丝瞬间出戏。
成毅的微博粉丝一夜之间就掉了6万多。说回到耽改剧，有了《上瘾》《镇魂》以及《陈情令》这几部现役爆款的经验，资本发现耽改实在是一门好生意，纷纷挤进赛道。撒野、杀破狼、天官赐福、默读等一系列耽美顶流都宣布影视化，从立项开始就备受瞩目，因为项目实在是太多了，也就有了耽改101的说法。艺人们也都看到了耽改剧的造星能力，因此耽改101里不乏已经颇具知名度的演员范丞丞、罗云熙、陈飞宇、张新成等等，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闹不好就能像前辈们那样一战封神，飞升一线。甚至一些中生代男演员也参与过这类剧集的拍摄。可能有很多直男同学不知道，去年播出的某瓣评分高达8.2的《一面不是海棠红》也是一部耽改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么多 CP， 观众磕得过来吗？其实就是那个问题，耽改剧为啥会火？就算我不看，我也不喜欢看，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它确实就是火。那到底为啥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看耽改剧呢？想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理清一个前置问题，那就是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为什么爱磕 CP？有一个观点，我认为能比较好的解释这种现象。这个观点说的是，甲壳虫乐队的走红和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密不可分。女性第一次有了公开表达她们欲望的机会，甲壳虫乐队恰好成为了女性释放欲望的对象。而在我们国家，思想解放风潮和互联网普及的时间线高度重合。当男生们打游戏玩手办的时候，一些女生可能就发展出了看耽美小说、磕 CP、消费男色的爱好。可能又会有好学的男生在弹幕里发问了：为什么非得是哥俩好 CP？ 男女 CP 里也有男性啊，不是一样能作为欲望的释放对象？首先，我说一个我司腐女同事的观点，他觉得哥俩之间的感情更纯粹。男女之间的爱情，哪怕再纯洁，都会有一些世俗的原因，或为名，或为利，或为传宗接代。但两个男性则不同，大众天然认为两个男性的结合是被世俗所不容许的，而且他们不涉及传宗接代的问题，那么他们在一起唯一的原因就是出于爱情。这个书在下无法认同。异性恋里也有不要孩子的丁克，同性恋里也有掺杂着金钱和欲望的欺骗与背叛。偏偏在美国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中找到了一种解释。詹金斯认为，同性社交与同性恋情之间应该是有连续性的，而实际情况中，女性的社交与爱情之间有非常暧昧模糊的地带。就比如上学时候，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会拉着手上厕所，而且会互相叫亲爱的、宝贝之类的称呼。但男性的社交跟爱情之间则是非常泾渭分明的。男性的社交可能是这样的：终身相伴。
能坚持做下去的动力。而且我不想总是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而这一次我只是想平心静气的跟大家聊一聊此前并没有关注到的行业现象罢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喜欢我的解说请按一个喜欢，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期再会，拜了个拜。